女孩网恋了5个绝美兽夫，尽管兽夫们很宠很爱她，可兽夫们每当提出想要和女孩线下奔现时，女孩都会找各种借口拒绝，因为兽夫们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整天与他们视频聊天的妻主，实际上在镜头下其实是个200斤的微胖小雌性。但女孩知道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为了和兽夫们见面时不尴尬，女孩说奔现也可以，只是自己有点微胖，介意的话就算了。可兽夫们却纷纷都表示不介意，还说哪怕他是300斤的小胖子，也只爱他一人。正当女孩终于鼓起勇气，打算和兽夫们奔现时，第一个前来见她的蛇兽夫发现自己网恋结妻的妻主竟是个200斤的丑雌时，他当即以骗婚的名义将女孩告上了星际法庭。此时星际法庭上，西离看着指控他骗婚的兽夫白泽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穿越了。原来这是一本名叫《被嫌弃的200斤雌性》的兽式小说。原主16岁成年了以后，星际总部为他分配了几个雄性，可在签订婚约前，雄性们被他200多斤的体重吓得连夜扛飞船跑路了。就在原主受挫后不久，一个自称星际婚介所的经理人找上了原主，称可以在线上帮他匹配高阶贵族兽人，而且不成功不收费。原主半信半疑，参加了他们举办的星际直播广招兽夫，直播全程由经理人操作，各种特效开到最大，豆豆眼秒变卡姿兰电眼，大饼脸秒变瓜子脸。就这样直播引来了一大波追捧者，西离从中挑选了5位出类拔萃的雄性，最后还与几人在线上签署了电子版婚约。正当西离满心欢喜等待着与兽夫们的见面时，第一个前来见他的蛇兽夫白泽，在发现西离是个200斤的胖子后，二话不说就将他告上了星际法庭。最终原主被判处与5个兽夫强制解除婚约，并流放垃圾星球。原主被流放之后，因丑陋肥胖加上骗婚的恶名，没有雄性愿意护持和照顾他，最后原主饱受欺凌郁郁而终。而眼下的剧情马上就是法庭要当庭宣判他解除婚约并流放。想到这，西离绝不能按原剧情走下去，他急忙撑起200斤的身子，大声喊道：“法官，我有证据提交。”说着，西离打开了桌前的电子资料，我的证据就是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第250页。随着西离滑动着页面，法庭的光幕上赫然跃出一段甜得要命的对话：“雪宝宝，如果我以后变胖变丑了，你还会送我鳞片吗？笨蛋，就算你变成300斤的小胖子，我也爱你一辈子。爱心。”后面还附带一张白泽用尾巴卷成爱心形状的自拍。山羊法官见状，看向了身穿一袭银白高定制服的白泽，眯眼微笑：“白泽先生，聊天记录中的雪宝宝是你吗？”白泽闻言，感觉脑子像被炮轰了一样，脸色由白转红，艰难地回答道：“是我。”此话一出，慕名而来旁听的白泽雌性粉丝和他的亲友们顿时窃窃私语。原来白泽是星际美男榜排行前3的蛇族贵公子，如今听说他们心爱的白泽大人被网恋骗婚，喜爱白泽的粉丝们都第一时间慕名而来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，山羊法官严肃敲锤喊了2声肃静后，再次翻看资料，短暂思考后，他沉声道：“被告安提亚西离违反了星际婚姻法第21条，禁止以虚假身份缔结婚姻契约，应严惩。”听到这里，原本心虚的白泽唇角勾起冷笑。突然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浣熊书记员轻声咳嗽，凑到法官耳边压低声音道：“大人，本月雌性犯罪率已达到47%，雌性犯罪率已严重超标，议会刚发通知，再判重刑就要扣我们50%经费。”山羊法官闻言顿时眉头紧皱：“什么？那我们的年终星际温泉旅行岂不是泡汤了？”想到这，山羊法官战术性咳嗽，接着继续刚刚的宣判词：“被告安提亚西离本应严惩，但鉴于被告是珍贵的雌性，又是初犯，本庭宣判被告安提亚西离流放 F 级星球古罗星，刑期15年。”听到这样的宣判，白泽顿时就不满了：“才判15年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浣熊书记员小声提醒道：“雌性被流放，有共同婚约的雄性必须一同前往。”白泽闻言笑容瞬间凝固：“你说什么？共同婚约？我们的婚约难道没有解除？为什么不解除？”白泽猛地拍而起，表情已然失控。山羊法官瞥了眼白泽，并没有计较他的失礼，肃声道：“请原告保持冷静。根据星际雄性法则第520条，雄性需遵守对雌性的一切诺言，包括婚前。”随着法官一锤定音，退庭后，西离这才一副劫后余生的瘫坐在座位上。他看着一脸崩溃懊恼的白泽，终是长吁了一口气，好歹带走一个狱友，不至于在流放地孤苦无依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机械音在他脑中响起：“欢迎宿主来到兽人星际，即将为宿主绑定海王自救系统，同意请选择确定，如3秒内无操作将自动绑定。”看着满屏的同意选项，西离眉头紧皱，还没等西离找到不同意选项，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恭喜绑定海王自救系统。”西离见状无语了：“你这和绑架有什么区别？”嘿嘿，没区别，不过宿主请勿担心，只要完成系统任务，就可以获得稀缺物资、异能赋予、神秘道具以及生命值。现在为您更新身份信息。西离看着202斤的体重和1小时59分59秒的生命值面板，瞬间惊了：“我这刚被判流放还没缓过劲呢，你这就给我判死刑了？”然而系统表示，只要完成1点心动任务，便可获取生命值奖励。听到这，西离看着自己一身的肥肉，再看看白泽那张北极脸，别说2小时，就算2个月，要获取他的心动值简直是难如登天。就在西离想摆烂、想死了重新投胎时，系统察觉到西离的消极情绪再次发生，再死一次宿主会堕落至下层星球哦，下层星球可就是原始兽世了，侏罗纪那种哦，钻木取火那种哦，擦屁股用左手那种哦。最终西离在系统的逼迫下妥协了，很快西离和白泽就被送往了古罗星。星际总部还给西离分配了一座安全屋，安全屋内装修陈旧，一进门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。经过系统的提示，眼下他还剩59分59秒的生命值，为了活命，西离
正准备起身用爱感化冰山，突然厨房中爆出一声巨响，他走到厨房就看见白泽正暴躁地按着老式绞肉机按钮。西离刚靠近一步，白泽就像全身冒着冷气似的。你想干什么？西离见状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系统在脑中提示他主动说话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，快和他聊天拉近距离啊！西离闻言露出友善的笑容，需要帮忙吗？白泽头也不抬，离远点，除非你想当下一个被绞的。西离干笑两声，掩饰尴尬，哈哈，你真幽默啊，还不走？说着，白泽阴着脸拿起菜刀剁骨头。这时系统前来助攻，宿主，快夸一下他。西离想也没想到，你拿刀的样子真帅。白泽冷笑，上一个这么说的，现在在 ICU， 那宿主跟他拉家常。西离实在想不到，于是随口道，那个，你吃饭咬到舌头，需要打抗蛇毒血清吗？白泽无语了，看着心动值依然没有变化。西离绞尽脑汁继续输出，你脾气这么火爆，你是响尾蛇还是白曼巴啊？此话一出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警告，检测到目标血压升高，建议撤退。刚提示完，绞肉机的噪音戛然而止，空气中突然响起沙沙的震动声。西离低头一看，白泽的裤管下探出一条白色蛇尾，尾尖的角质环正发出高频震颤。再废话，就把你卷成麻花塞进绞肉机。西离盯着近在咫尺的响尾，吓得拔腿就往客厅去。就在这时，刚好有人敲门，白泽来不及阻拦，西离顺手就把门打开了，瞬间一股绿色浓雾涌进屋内。西离顿时被呛的眼泪不受控制的飙出。就在西离被呛得几乎瘫倒在地时，白泽迅速拿了闪送的快递光速关门，然后将空气净化器打开，很快屋子里异味就没有了。这时白泽才冷声道 ：“F 级星球有污染源，你不知道？”西离坐在地上一脸懵逼的摇了摇头。白泽不耐烦的解释道：“古罗星是有名的垃圾星，这里是 A 级星球转移污染源的主要星球之一，污染源会产生毒物，在受人心悸，雌性非自然死亡，绑定婚姻契约的雄性也会因绑定而一同殒命。要不是两人性命相连，白泽才懒得跟他废话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和中央星一样。”白泽想起自己被牵连，被流放到这最低等级的垃圾星，顿时就一肚子火。这里怎么可能和 A 级中央星一样？流放是什么意思？是让你去低等星球受罪，不是让你享福。被白泽一通数落的西离坐在地上鼻头发酸，这原主的记忆碎片里根本就没有这些常识。可怜他不仅继承了原主200斤的体重，还继承了他的无知。泪眼模糊间，西离看到头顶有红色小点在闪，然后又弱弱地问了一句：“白泽，那个是什么？”白泽闻言抬头望去，一瞬间他脸色煞白，喉头滚动间，他冷汗从额角流下，低声道：“此主，刚刚是我照顾不周，抱歉。”此时白泽的声音明显温和了许多，眉眼间竟透着从未有过的关切与温柔。西离见状顿时一脸懵逼：“此主，为防止遗漏毒气对您造成潜在损伤，请允许我为您进行身体指标检测。”说着，白泽微微俯身，伸出右手，非常绅士地牵着呆若木鸡的他往房间走去。西离眨了眨豆豆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万年冰山，竟突变温柔体贴的白衣天使。西离捏了捏白泽的脸，痛吗？白泽浅笑道：“你捏就不痛。”看到这，西离还以为白泽是被刚刚的毒气熏出第二人格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，温馨提示：宿主因遭受毒气侵害，生命值将2倍速流逝。看了眼还剩49分的生命值，算下来他还有25分钟不到。虽然生命时长被砍半，但好在白泽态度360度大转变，一点心动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进到房间，西离调整心态，重新扬起微笑，正准备进攻，只是还没等他开口，白泽却抢先一步先说话了。不同的是，原本刚刚还是温和关切的温润男生，如今却变为了冰冷刺骨的警告：“我要你申请撤掉婚姻监察部的摄像头。”西离见状瞬间如遭雷劈，原来这家伙刚刚是装的。看着白泽扶着他的手快速撤回，然后嫌弃地擦拭着手指，西离只感觉自尊被暴击，现在心情极度糟糕。随着他快速在系统百科中搜索婚姻监察部的摄像头几个关键字，资料很快出现，原来这个摄像头是星际总部对新婚雌性的保护措施，用于监察雄性是否履行配偶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每日投喂、毛发护理、巢穴修缮及交尾频率等是否达标。想到这，西离顿时大喜，还有这种好事，终于能治这变脸大事了。只见他环手抱胸，圆脸鼓起得意道：“想撤掉婚姻监察部的摄像头，没门！”白泽见状顿时咬牙切齿，但偏偏又拿他没办法。西离见状嘴角扬起一抹恶趣味笑容：“如果你不履行夫妻义务，我有权对你使用强制婚姻矫正权哦。”白泽闻言顿时气急败坏，厉声道：“你敢！”西离见状狡黠一笑，食指勾住白泽的裤腰，他服帖的腰带与身体隔开一道缝隙，令人心跳停滞的人鱼线一览无余。他可不是娇滴滴的恋爱脑原主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此时的白泽跟触电般，抬手就要推开西离，但就在这时，房门被西离打开，客厅天花板上的摄像头感应到热源，调转方向，镜头对准两人。白泽咬牙，抬在半空的手僵硬的摆了摆，白皙俊美的脸庞挤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。有蚊子，谢谢白泽哥哥。西离他声音甜腻腻的，和以前一样。白泽回忆起来以前，只觉得心口堵得慌。随着门再次被合上，西离松开勾在白泽裤腰上的手指，也学着他刚刚的模样嫌弃的擦拭着手指。白泽见状气得咬牙切齿，雪宝宝不乖可是要受惩罚的。西离从记忆碎片中学了句两人曾经的暧昧语音，白泽闻言只感觉浑身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西离完也没再理他，而是拿出了星际婚姻部闪送的快递箱，发现上面标注着蜜月工具箱几个字。随着西离一一拿出箱中的物品以及使用说明，爱的银手镯，用途增添氛围感，挣扎越狠固越紧，爱的流苏，边烧内置生物电刺激，可切换羽毛模式，击中目标后会发出特殊音效。爱的甘霖，喷后30
分钟，兽人将进入求偶舞蹈状态。看完说明书后，白泽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他心眸低垂，低声道：“200万新币，放过我。”西离闻言微微挑眉：“200万？我可不是那种物质的雌性。”虽然白泽很倒霉，但他才是最倒霉、最憋屈的那个。流放的锅他替原主背了，还要忍受白泽的冷暴力和外貌歧视。虽然这都是针对原主的，但伤害都实打实的转移到他这儿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白泽尽量掩饰嫌恶，但演技实在太差，他的表情就像是在说：“你跪下，我求你点事一样。”西离竖起一根肉乎乎的手指摇了摇：“你这是在求我还是在威胁我？”白泽嘴角微微抽搐，声音憋得像是被掐住了7寸。“抱歉，是我没控制好情绪。”看白泽态度软化，西离感觉气消解了不少。想不想通过星际婚姻监察部门的考核？白泽听到这，眼底瞬间微光闪动。安全屋之所以被安装摄像头，都是因为流放路上白泽对西离的态度冷硬，被正义的群众举报了。不然正常情况是不会安装监察摄像头的。但只要通过考核，摄像头会逐步撤除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……说着，西离挑眉微笑，白泽冷着脸后退一步，语气硬邦邦道：“别妄想我会用那种方式讨好你。”说到那种2个字时，他耳尖却因羞恼微微泛红。西离圆润的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：“大哥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图你身子吧？”白泽听到这耳尖更红了。西离见状耸耸肩：“放心，我对你没兴趣，就是有个小小的要求。”听到这，白泽终于是卸下了防备，脸色缓和了许多。只要不是那种过分的要求，你尽管说。西离收起笑容，眼神变得认真。好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不许每天对我顶着张臭脸，不许吓唬我，不许数落我。还有，我口渴了，你去给我做杯适合减肥小仙女喝的草莓波波奶茶，要加雪顶哦。白泽闻言额角抽抽了一下，没再板着脸，而是转身去厨房做奶茶。西离靠在沙发上，饶有兴味地看着白泽修长的背影。1分钟不到，一杯卖相堪比星际网红店的饮品做好了。白泽将奶茶递给西离，雪顶用的改良配方，糖分也减半了，用零卡糖和新鲜草莓打的奶盖，波波珠换成了魔芋金球，热量不到原来的1/3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口感测试过，甜度刚好。”看着星际医药科研所的首席研究员变身自己的营养师，西离浅浅尝试了一口后，他拍了拍沙发旁边的位置，示意白泽坐下。“我们开始吧。”白泽不明所以，但也耐着性子坐下。突然，西离圈住白泽的脖颈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圆脸凑近。白泽瞳孔骤缩，吓得白皙的俊脸瞬间炸出几片银白鳞片。他抬手就要推开西离：“我竟然会相信你，你这个死性不改的骗！”下一秒，察觉到摄像头转动的声音，白泽立刻噤声，想到那该死的强制婚姻矫正政策，他抬起的手一顿，无力地耷拉了下来。就在他以为初吻即将不保时，西离拇指压住了白泽的唇，预想之中的吻并未落下，而是虚贴着两人的唇，间隔着一只软软手指。从摄像头的角度看，两人已吻作一团，西离带着草莓奶香的气息洒落。要是想瞒过检察员，就认真点。白泽双眼圆睁，一脸不可置信。突然，他仿佛明白了什么，眼中的厌恶消散。有什么我跟个木偶似的？你第一次啊？白泽顿了下，俊脸绯红，无处安放的手缓缓抬起，轻揽着西离肩膀。与此同时，摄像头的那一边，2个土拨鼠兽人观察员正观察着屏幕前的这一幕。其中一个观察员推了推圆形黑边眼镜，说道：“你觉得他俩亲上没？这角度看不清啊。”画面中两人的头部重合，压根看不到嘴部细节。另一个观察员笨拙地往屏幕前凑了凑，将放大镜移动到白泽的脚尖。只见他两脚紧绷，拇指还用力地向内夹。再看看手，因紧张用力而指尖发白。见状，土拨鼠观察员发出惊叹：“我敢肯定，这是法式吻。看他从耳尖都红到脖子根了，这绝对是真亲，算这小子过关。”另一边，随着摄像头发出滴的一声后，看到红光熄灭，白泽心头一颤，刚刚差点误会他，想起刚刚那个草莓味的吻。白泽的耳尖梳地染上了一抹薄红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白泽心动值加10，目前白泽心动值为-70。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，奖励生命值10小时，双倍流逝已变为正常模式，附赠新手大礼包，请宿主尽快领取。听到只有10小时的奖励，西离只觉得这系统也太抠了，但总算是能歇口气了。西离松开圈在白泽脖颈的手，监察部的初级考核你已经通过了，但白泽耳根的红晕依旧。下一秒，他一把抓住西离附在自己腹肌上的小胖手，你的手在乱摸什么？西离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，我这是在检查你的身材管理情况呀，万一监察部下次考核受夫的身材呢？西离一脸无辜，白泽垂眸冷冷扫他一眼，摸够了吗？监察部的考核项目里可没有手感测试这一项。西离见状笑了笑，不知道有没有检查蜜月工具箱的使用记录这一项呢？白泽整理衬衣手一顿，脑子又好像被炮轰了。短短1天，他就被西离的话轰炸了2次。西离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起身就朝2楼走去，边走边回头吐了吐舌道：“我去洗澡了，待会儿见。”待西离的背影消失，在客厅凌乱的白泽光脑中突然发来提示，是2封未读邮件。白泽进入光脑邮箱打开一看，发现一封是通过婚姻监察部的初级考核通知，另一封是下个阶段的婚姻监察中级考核，项目为1小时内使用蜜月工具箱中的3样物品，考核结果将参考使用记录，如果考核失败，下次难度将会升级。白泽看着光幕中的倒计时，他只觉得脑子疼得一抽一抽的，接吻接吻也就罢了，可要他双手被禁锢，躺着接受西离爱的教育的同时，口中还骚话不断，那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他眼前一黑。正当白泽生无可恋的瘫坐在沙发上，想着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考核时，门口传来了敲门声。白泽烦躁地起身开门，发现门外正站着一个手捧玫瑰花束的熊兽人。亲爱的，我是莱昂亚瑟，你的喵喵球。